食物要靠抢，座位一不留神就会被别人占据，甚至还跳起了广场舞。你见过这样的5星级豪华邮轮吗？豪华邮轮秒变农村大戏，从差点把顶级邮轮吃破产，被逼退出中国市场，到日本组团偷菜，玩起现实版开心农场。中国大妈有多厉害？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首航的国际豪华邮轮于3月中旬在上海起航，吸引了众多翘首以盼的年轻人购票，期待在邮轮上开启梦幻假期。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悄然来临。为了吸引人气、降低票价，邮轮推出了促销活动，结果却涌入了一大批由大爷大妈组成的夕阳红旅行团。原本希望与年轻人共享度假乐趣的大爷大妈，却在邮轮上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喧嚣。他们在餐桌上展开争夺大战，抢夺食物，争夺座位，甚至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冲突。这些戏剧化的场面让年轻乘客望而却步，引发了网络上一片哗然。这艘设施完善、装饰豪华的邮轮本应是享受世界各地美食和丰富娱乐的天堂，但大爷大妈们的喧闹行为却彻底破坏了这种氛围。在自助餐厅，还未到用餐时间，他们便汹涌而至，如同逃离饥荒般抢占位置，将年轻人淹没在人潮中。尽管工作人员竭力维持秩序、提醒安全，但大爷大妈们的无视态度令人愕然。在邮轮的就餐时刻，一场独特的景象上演，大爷大妈们犹如饥饿的猛兽一拥而上，仿佛经历饥饿般，毫不顾忌地开始了他们的掠夺行动。他们无视工作人员的请拿少取、勿浪费提醒，只要看到诱人的肉食与海鲜，就毫不犹豫地填满自己的盘子。这种疯狂的场面令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年轻度假者瞠目结舌，仿佛置身于一场物资争夺战，而非正常的餐饮体验。一位网友分享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即使避开高峰时段，自助餐厅依然无法幸免于大爷大妈们的惊人战力。进入餐厅无需排队，就餐过程更是混乱不堪。有些大爷大妈行云流水般边走边吃，甚至直接无视公众秩序，以筷子直接取食公用盘中的食物，毫无素质可言。邮轮上的游客们目睹这一幕幕，记忆深刻。免费食物的诱惑下，大爷大妈们拼尽全力抢占，哪怕吃不完也绝不放手。然而，这种行为的代价不仅是食物的浪费，还有船上外籍船员们的无奈。他们眼睁睁看着资源被过度消耗，而大爷大妈们似乎乐此不疲，不顾他人目光，甚至在公众场合爆发争执，场面混乱不堪。这使得夕阳红旅行团的行为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警示着大家要珍惜资源，避免类似避雷区的行为。在豪华邮轮上，一场场小型摩擦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短短数日便已见诸多起。面对这些举止不拘的大爷大妈，船员们虽感无奈，却也束手无策。尤其在旅行团内部，一旦争执升级，他们往往会迅速结成联盟，将个人纷争转化为对集体的对抗，闹剧迭出，令人啼笑皆非。尽管我们试图避开自助餐厅的抢食场景，转向船舱内的休闲区域寻找宁静，却发现年轻的我们依然无法避免与大叔大妈们的碰撞。本以为错开用餐高峰期能减少麻烦，却发现自己还是过于天真。邮轮的奢华内饰令人惊艳，水晶吊坠皆出自国际知名品牌施华洛世奇。这样的优雅氛围似乎唤起了人们对钢琴曲的渴望，期待借此提升心境。然而，这静谧的氛围却被大爷大妈们打破。他们竟在船舱内激情演唱起了夕阳红，令人大跌眼镜。在震耳欲聋的老年歌唱团歌声中，大爷大妈们翩翩起舞，吸引着众多同龄游客围观。原本宽敞的船舱瞬间变得拥挤不堪。在这种场景下，年轻人的身影显得尤为突兀。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禁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多余。起初，许多老年旅行团的成员怀揣着对新旅程的热切期待登上了船只，然而现实却与想象相去甚远。原本应该轻松愉快的旅途，瞬间变成了一个痛苦的回忆。每日在主餐厅的长队中等待，自助餐的选择寥寥无几，稍不留神，就连座位也成了稀缺资源，这无疑让人心生不满。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各种令人尴尬的场景接踵而至，比如年轻的母亲怀抱婴儿，却被一群拄着拐杖的大妈们无情的推搡，这种行为显得既滑稽又令人无奈。这次旅行似乎变成了对身心的双重折磨。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他们支付的费用并未换来应有的享受，反而是陷入了受罪之旅。尽管船上食物储备充足，供应时段有序，但大爷大妈们的争抢行为却愈演愈烈，仿佛在争夺生活的最后一丝尊严。这种行为即使冠以强盗之名也不为过。对此，不少网友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并非单纯的生理需求驱使，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空虚所导致的。
大爷大妈们对船上的消费观念往往源于一种误解，认为某些区域缺乏额外收费，便滋生了不占便宜白不占的心态，进而导致船体环境出乎意料的混乱。在静冈县盘田市的一个菜园子里，有人偷卷心菜被抓了，警察逮住了一个中年阿姨。这个阿姨46岁，是个中国人，平时在静冈县盘田市森下那边打工。12月9号下午大概1点的时候，他被怀疑在凶板中的菜地里偷了45个卷心菜，这些菜价值18000日元，差不多900块人民币。菜园的主人看到他在那打包卷心菜，就赶紧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阿姨说她没偷，这些卷心菜已经坏掉并且被丢弃了，我只是捡了起来。日本网友纷纷评论，即使田里有放着没人管的蔬菜水果，从别人的土地里随便拿走也是偷窃，他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如果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在日本生活，那会不会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件没被发现？可能只是之前没人报警，其实已经有很多受害者了吧？像这种犯罪者的态度，既不反省又强词夺理，甚至还自我辩解说是对方的错，实在让人厌恶。真希望能对此类行为从严惩罚。如果这些卷心菜真的已经损坏到完全无法出货或者销售，通常不会放任不管，而是会用于动物饲料，转化为田地肥料，或者直接在田地里挖个大坑埋掉。非常抱歉这样说，但如果过度接纳技能实习生、务工人员以及移民，这样的事情就会变成家常便饭。如果是从龟沟切下后完全被丢弃之前，捡拾倒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不过多半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才被举报吧。话说回来，45颗卷心菜可不是一个人能吃完的量啊，他是不是打算分给同伙一起吃呢？我觉得了解这种思维方式是判断是否有必要去理解邻国的一个关键点。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难，不过懂的人自然会懂。建议为外国劳动者建立一个免费教育机构，专门教授日本社会的规则，可以使用 AI 作为指导工具，由人类负责监督工作。现在日本的蔬菜都很贵，农民辛辛苦苦种1年也就勉强生活的样子。这里也想起了国内看到过有类似的报道，我们以为不要了才去捡，这下捡到日本去了。45颗卷心菜，那也得拿个大麻袋来装吧，就是自己一家子也吃不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是开心农场玩多了，还是说到哪都想占便宜的心理？无独有偶，一张图片刷爆了海内外华人的朋友圈。照片显示，一张带有墨尔本某华人超市的 logo 通告上印着以下内容：温馨提示，最近发现有大妈团伙故意把大白菜扒散，借口是菜叶子而不付款，所以我们被迫规定，不经店员允许而私自扒大白菜叶子带回家。一经发现，我们将会对大白菜叶子收费，价格等同于大白菜。据知情人士介绍称，贴出该通告的商店系墨尔本知名华人超市连锁集团，落款的 Convenience Store 则位于墨尔本华人聚集区 Doncaster。如该通告为真，则短短几行字可以透露出以下信息：这类事件可能经常发生，超市深受其害，因此被迫提出这类规定。涉事大妈并非单独行动，而是多人同行，因此超市认为他们是同伙。超市此前并不介意顾客捡拾脱落的菜叶，因此才会被个别大妈钻空子。另一家位于华人区的超市接线员坦言，这种事经常发生啊，好端端的菜就被他们掰散开，然后把菜叶子捡回家。他们就和我们说自己带菜叶子回去喂动物啊什么的，可是整颗的大白菜被掰得只剩下菜心了，我们蒙受了损失啊。温哥华的 Pretty Smart Foods 超市，在长达4分钟的视频里，这位女子旁若无人，挑挑拣拣，不停地从袋子中拿起樱桃放到嘴里，边吃边挑，貌似还把樱桃核又吐回到袋子中。即使发现有人在录像，也并没有停手。而据另一家北美自媒体称，华人区这位大妈更是厉害，为了买个西瓜施展轻功，一个箭步跳上瓜摊，又是敲又是听，足足折腾了好久才下来。就算路人侧目也不为所动。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能出国的大部分华人同胞素质都是很高的，他们勤奋好学，守法爱家，是很多人眼中的模范少数族裔。然而也有一些人的恶习不断，时刻刷新着他们对华人的认知。人教版课本上的那篇威尼斯的小艇，让威尼斯成为了不少中国人今生必去城市之一。今年3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圣巴尔托洛梅奥广场上，一群在此聚餐的中国大妈因为不雅举止上了媒体头条。从曝光的视频上看，游客们3、5成群的坐在地上和雕像旁边，拿出准备好的方便面，在威尼斯街头旁若无人的吃方便面。除了方便面，这些中国大妈还准备了咸菜、香肠和水果，生生把旅游胜地变成了自家餐桌。据爆料，当时街上的不少人对中国游客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并窃窃私语。但是从这些中国游客用餐时的表情来看，他们吃得非常放松惬意，完全没有在意他人的看法。视频被曝光后，某外国媒体用动画还原了中国大妈的行为，
但最让当地人震惊和不满的是，这些中国游客用餐完毕，居然集体拿着餐具碗碟来到广场上的喷泉边，用供游客饮用的泉水口来洗刷碗筷。这一事件引起意大利媒体强烈关注，当地媒体呼吁加强景区管理，严禁中国人在景区野餐以及使用泉水洗刷物品。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事发时曾有人上前劝阻，这是一座古迹，不能在街上吃东西，你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是因为语言不通，这些中国大妈们并未理会。2024年9月14日，东京羽田机场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2个中国大妈因为插队问题大打出手，让原本平静的一天变得热闹非凡。日本媒体报道说，2位大妈在值机大厅里因为排队问题争执起来，最后竟然动了手。旁边的保安因为听不懂中文，只能干瞪眼，束手无策。有记者说，起因是一个大妈想插队，另一个大妈看不过去，2人就这么吵了起来，最后演变成了肢体冲突。周围的游客都掏出了手机拍了起来，场面一度混乱。眼看情况要失控，连消防车都来了，以防万一，最后日本警察介入，这场闹剧才算收场。这段视频传到网上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网友的热议。有人批评这2位大妈的行为，认为在公众场合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添乱。也有网友觉得，不能因为大妈说中文就上升到整个国家民族，不是所有中国大妈都这样。不过机场闹事的大妈可不止这2个。2023年，还有个中国大妈在澳洲悉尼机场出了名。报道说，这位大妈在机场表现得很紧张，工作人员一直盯着她，但她入境卡上啥也没有申报，这太可疑了。X 光检查行李时，边境人员发现他箱子里有不少有机物，要求他开箱检查。一打开，里面全是吃的，什么麻花、粉条、酱油、干蘑菇，这些还算正常，毕竟出门旅行总要带点特产。但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包裹，里面竟然是植物种子。大妈一看被发现了，就开始装傻，一副我不知道啊的表情。但工作人员不信，因为种子是他卷在衣服里的。接着，工作人员又在他的第2个箱子里发现了种子，大妈又开始装傻，但这次她的演技明显不如之前，看起来都快放弃了。最后，因为携带了违禁品，工作人员罚了她420欧元。不只是悉尼机场，日本的机场也有类似的情况。2022年，日本 ANN 电视台在成田机场拍摄，想看看疫情后海关的工作情况。报道说，随着边境开放，对生菜、蔬果、肉制品的检查也越来越严格，海关必须严防死守，防止疾病和害虫入境。当天，拍摄团队正好拍到一个从上海来的大妈入境，海关人员要求她开箱检查，大妈一开始不配合，但在劝说下，还是把行李搬上了检查台。但当海关人员要开箱时，大妈又用手打了海关人员，大喊这些都是她的衣服和药。海关人员不信，坚持检查，大妈就一直喊好了，可以了，还想关上箱子。最后，海关人员在她的箱子里发现了肉干、肉松等禁止携带的物品。大妈一看被发现了，一边想抢回肉干，一边大喊：“你们抢我东西！这些我是带来看我小孩的，我好久没见他们了，带点东西给他们吃怎么了？”但违禁品就是违禁品，海关人员最后还是没收了所有肉制品，才让大妈通关。2015年，在亚航 FD588曼谷飞西安航班上，一大妈脱鞋后，双脚搭在前排座椅扶手上，并大声谈论购物。此动作持续了数小时，空姐拒绝制止。亚航客服称，系乘客私人行为、个人素质的问题，空姐没制止，可能是因为没有危害到航班安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出国旅游时，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不断的被密集报道，引发关注。在此，课代表只是想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就代表着国家形象，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免给他国人士留下刻板印象。